日本語大丈夫ですか？今大丈夫ですね。准确度还挺高的。我拿到这个手机已经使用1周了，然后现在我的地点是在日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主力机的一个日常的使用情况。先说一下，我现在是里面上了一张乐天的卡，也是我平时在日本用的电话卡。电话我测试过没有问题，然后短信比如说你大概可以看到都是我最近收到的一些短信验证码什么的，我觉得在通信上面这些都没有问题。可能我们最关心的比如说 Line 的使用，我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包括我有时候要出示二维码什么的。其实这个手机用二维码很 OK， 因为它更是黑白的，看一下它扫码什么的，只要它出来是很快，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先来看看它的一个外观，这里是指纹识别，是可以直接进来的。上面有一个红外线，它是可以遥控空调。这里是2个按键是可以自定义的，它是比如说一些返回键、下一页、启动一些它自带的一些软件。它有个遗憾，它是没办法设定类似于我启动随便选择的哪一个 app 的，所以可能未来它是可以做到的。背面是一种磨砂的手感，看起来还是挺舒服的。它这里是配了一个摄像头，简单的扫码什么的是完全没有问题。这个音量键其实是我用的最多的一个按键，可以拿来用来翻页。我准备用这个最喜欢的大我语记功能来写下这次的脚本。中文 OK， 日语应该都完全没有问题。它左边像这里它的一个快捷键，这些它都可以设置。我现在设置的是应该是长按下键，它就可以呼出，它就会实时开始记录。不管是你开日语的会议也好，还是中文的会议、英语的会议，我觉得都不在话下。Instagram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我现在是没有剪的，可以找一个还行吧，我觉得 OK。看信息什么的，回信是完全没有问题。我打的 OK， 像这个也很快。这里其实是把它设置成，我现在自定义的好像不是很好。视频其实是你看，现在它的效果会更好。对我来说完全够用了。我们看一下小红书，小红书算是我比较常用的一些软件，大概是这种感觉。看视频也完全没用。今天我给大家吃个瓜，我们来看一个窃取他人。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还有 YouTube， 其实我当时买这个手机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想拿它来学日语，但是我又不想一直看视频，眼睛会很疼，所以我其实重点是声音。如果能有一个墨水屏能播放视频，那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当时我就很快的决定买这个，把它作为了一个主力机来使用。那也大概看一下吧。这个人还挺厉害的，我最近有刷到他的视频。这个词也是日本人经常用的，煽风点火。但如果我们用直译思维的话，可能就会说什么 “heel s k a t e 杠”，当然这样说也可以。你看央视新闻，文创的一些商品，我刚才也看了一下，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这不就是什么钟乳楼吗？我们来介绍一下我现在最喜欢用的这个手机的2个功能吧。第一当然是 ChatGPT， 然后就是 Kindle。我因为本身之前想买的时候就是为了拿来学日语，它很奇怪，它功能很少吧，但有些它有用。比如说我现在比较喜欢的应用分屏，开始分屏，这里它其实跟其他的一样，它是可以调节。我为什么喜欢用这样的分屏？其实是我打个比方，比如我看到不太懂的语法或者词，我会直接问 ChatGPT， 因为它分析的特别的好，包括有一些日本人的一些口语什么的，它都可以很好的解释。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点就是，如果你刚刚已经提出了这个需求，你后面只需要复制粘贴就可以了，它会直接以之前的一个要求来回答你的问题。还有一个点，我很喜欢跟他练一下口语，这个可能大家现在都在使用。Good morning. It's always so much fun to chat first thing, right? So,
What's on your mind? You need me to explain something again? 他最开始会用英文跟我说话，但是AI 都已经使用 AI 的，其实是完全不用考虑日语的问题其他语言的问题，你用什么语言他都听得懂，包括我可能现在说的话，对吗？是的 ，AI 确实能理解很多语言，不管你说什么，它都能听懂。但是如果你想练习日语，我还是可以帮你。如果你更喜欢用其他语言，我们也可以用那个来交流。你想聊什么呢？じゃあ日本語で。やっと日本語で話せるね。何か話し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それともまた同じことを説明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そうなんだ。鴨川の近くに行くんだね。いいね。散歩するのは気持ちいいし、リラックスできるよね。写真を撮るのも楽しいし、何か面白いものが見つかるといいね。哈哈，大概就是这样。完了之后，其实还会显示你们刚刚的对话，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用。然后我推荐 Monday 小姐。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用的是这个软件，因为我会在电脑上先使用，然后看到一些不错的词，我就会用这个插件把它记下来。但这个软件它只有这种黑色的主题，包括等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 Spotify 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机有个很好的功能，就它可以颜色反转，反转了之后我们再打开它。我一般使用它的功能看我自己保存的一些句子，它是可以原音再读的。だから世間が求めてるものを考えてみるだけ。作品も人も消費されちゃってるんだよな。然后说到这个反转，我就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平时用 Spotify 也是会拿来听一些播客什么的，它好像也是这种黑色主题，所以用反转的功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听个这个播客。この番組ではゆかとふうか2人の女医が日々の暮らしや仕事にまつわる小話などざっくばらんに3ということで、233回目の放送でございます。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の放送でございます。そうですね、5月。对，我觉得可能还有2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刚好的问题是它这个到底，因为现在看起来其实挺糊的，我觉得它可能是为了快刷，然后牺牲了一些清晰度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在每个软件里面设置，我们可以打开看的。还是回到我我最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西瓜，然后我最近可能比较想练的是口语，我觉得这本书还蛮推荐的，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台本，里面全是大家的对话而已。大家可能比较关心效果怎么样，刚好我手上是有 Kindle 的，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刷新速度，我已经掉，1、2、3，它要快一点 ，Kindle 还是要快一点。我觉得可以再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字。就是这个时候，但是它有个好处是我真的可以随时看。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 Kindle 它会底会更白，我现在都是没有开灯的状态，我觉得很快。但我觉得如果便携性肯定是它，在家当然你可以使用它。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我觉得是有了这个手机之后，我开始又有一些中文阅读的习惯。我之前真的就是完全很少看书了吧。然后我最近在看一本台湾的作品，我是本来想买实体书的，但是就是一直没找到，然后我们就用了台湾的一个类似于 Kindle 的进烤箱的好日子，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是横版
的一个结构，其实是因为我把它调整了，因为虽然我给你看一下，它其实预设是这样子的，如果是实体书可能就没办法这样子。我这个也可以都改成出版社字体。OK， 这个阅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会读的比较慢，本来繁体字可能读起来我就要想一下，然后竖排的话对我来说读起来可能有时候会突然一走神吧，我就会忘记我读到哪儿去了，所以我就想它这个功能就很好。如果是实体书没办法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推荐的一个软件，我也有尝试用手机来看漫画，在地铁上什么的。然后这个是我以前在手机上会看的一个会用的软件。它怎么说呢？它能看，当然能看，就是因为手机比较大吧，你双击点大是 OK 的。你看它这个 OK， 它是不能用怎么说？重点可能就是太小了。你看，这特别小。说到这个，我就要推荐一个另外的 app， 谷歌的自己的自带的图书，我觉得看漫画真的是特别好用，也不是缺点吧，还是需要花一点钱。OK， 你看现在它是有字，对不对？它每一个字都可以以气泡的方式放大。我刚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读起来真的很爽，有一种看动画的感觉。你看，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小时候，我有同学他说他不会看漫画，我说为啥？因为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读。我觉得如果有这个软件，他那时候应该不会有这个困扰。他是只要按音量的下一个键，他就是按顺序出的。我觉得可以来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谷歌配在日本的使用感体验。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的钱包。OK， 这里我现在是把它放了一张我的 Waypoint 的卡，最近成功使用上的一些购物记录，完全没有问题。但唯一要注意到一点是，你看它这儿其实有写它的这个 NFC 的功能，它是不支持像在日本的西瓜卡呀、eco 卡什么的这种交通的卡，所以如果你想用电子支付的话，是没办法实现的。我自己的解决方案，那我自己有苹果手表，我这上面是直接绑了我的西瓜卡，然后很方便，然后我手机也不需要P 就可以。如果是没有的话，我其实建议是大家是有个卡包，我直接把这个卡，然后放在这个后面，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壳，官方送的一个壳，然后其实并不是很好看，你看就脏脏旧旧的，我把它放上去。但是它有个问题是，它这样没有问题，对吧？但它其实无法竖的。因为我自己有还挺多包包的时候，当时就这样贴了一个。其实我比较建议用这样的卡包。如果是这样的卡包的话，你是可以直接，然后把它这样贴在上面，好像这样还不错吧。我可以再说一下这个翻页的一个小东西，比如还看到，看这个。
还挺好玩的，而且其实大家可以更多的可以研究，开一些不错的玩法吧。包括回到主页，我刚刚有吐槽这个界面很难整理的事情，对吧？我现在找了一个解决方案，然后我现在是用的免费版，但对我来说其实是足够用的，就用这个啊 ，no， 嘿 ，OK， 你看，这是我自己放的可能比较常用的软件。如果我想要一些别的，我从这里是可以很快的找到。反正现在用起来我还真的挺喜欢的，包括续航，我没有具体测，但我日常用下来了，我现在应该是没有担心过续航的一个问题了，可能最多就是一些小的 bug， 比如说我每次用谷歌地图的时候，它查这些内容它都没有问题，比如说我想去这儿。去这儿，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是要步行到哪儿到哪儿的时候，它定位就没有苹果这样精准。我不知道是安卓的通病还是什么，因为我朋友他用安卓，他也说了这个问题。其他我觉得是不太影响我自己。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免费的软件，刚刚说的那个语记功能，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可能大家会用的比较多。心电扫描，我就拿刚刚的，也可以刚刚的这个吧，失败的。哦，好像还不错哦。